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历史时期——大航海时代。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欧洲国家通过海上探险、地理发现和殖民活动，对全球的地理、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我们一同回顾这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大航海时代，亦称地理大发现时期，是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这个时代见证了欧洲国家通过海上探索和殖民活动，对全球地理、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什么这一时期如此重要？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个时代，了解它的起因、过程和结果。首先，让我们看看中世纪末期的世界局势。在欧洲，中世纪末期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文艺复兴带来了思想解放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宗教改革引发了对宗教自由的渴望，国家的崛起也带动了经济发展。例如，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如威尼斯和热那亚，通过地中海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激发了其他国家对贸易利益的追求。在这些变化的背后，还有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这些国家通过不断的探索和扩展领土，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优势地位。与此同时，东方的明朝在郑和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海上探险，展示了强大的航海能力。郑和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东南亚、印度洋和非洲东海岸，带来了大量的物资和文化交流。然而，明朝后来逐渐封闭，对外交流减少，这为西方国家的海上探险提供了机会。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和奢侈品需求的增加，特别是香料、丝绸和黄金，欧洲国家希望找到通往亚洲的新航路，以摆脱对穆斯林中间商的依赖。海上航线的开辟不仅可以降低贸易成本，还能直接获取财富。这种经济动机是推动大航海时代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当时，香料尤其珍贵，它们不仅用于调味，还用于保存食物和制作药物。由于陆路贸易受到中间商的控制，价格昂贵且供应不稳定，因此欧洲国家急于寻找新的航线，直接从产地获取这些宝贵的商品。亚洲地区蒙古帝国以及后来奥斯曼帝国等伊斯兰国家的崛起，对亚洲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蒙古帝国通过建立安全的贸易路线，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使得东西方之间的商品交流更加频繁。蒙古帝国时期，丝绸之路成为了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贸易通道，促进了文化和技术的交流。然而，随着蒙古帝国的衰落，这条贸易路线变得不再安全，导致贸易的减少。奥斯曼帝国崛起后，控制了地中海和印度洋的重要航线，进一步加强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联系。奥斯曼帝国通过控制这些重要的贸易枢纽，对欧洲的商品流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欧洲国家不得不寻找新的航线，以摆脱对奥斯曼帝国的依赖。传播基督教的愿望是航海探险的另一个重要动机。教会和国王希望通过探险将基督教传播到未被发现的地区，以扩大宗教影响力。在这些探险中，宗教和政治动机往往是相互交织的。宗教的传播不仅是信仰的扩展，也是国家力量的象征。航海技术的革新是大航海时代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新型船只如卡拉维尔帆船的设计，使得远洋航行成为可能。这种船只既轻便又结实，能够载重航行。它的多桅帆设计使得船只可以应对多变的风向，提高了航行的效率和安全性。除了船只的改进，航海仪器的进步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罗盘的使用使得航行者能够在海上确定方向，星盘和横板帮助航海者通过观察星星的位置确定自己的经纬度。这些仪器的结合大大提高了远洋航行的可行性和精确度。此外，
造船技术的进步也使得船只更加坚固和耐用，能够承受长时间的海上航行。航海技术的革新不仅限于欧洲，在中国，郑和的宝船也是航海技术的杰出代表。郑和的船队规模庞大，装备精良，展示了中国在航海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大航海时代的起源通常归功于几位重要的探险家和国家，其中最早开始大航海时代的是葡萄牙人，特别是瓦斯科·达·伽马 （Vasco da Gama）。他在1497年至1499年间完成了从欧洲到印度的航行，打开了东印度贸易的新通道。迪亚士于1487年8月从葡萄牙里斯本出发，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他的船队在沿海航行，经历了风暴和未知的海域。1488年，他成功绕过好望角，成为第一个到达非洲南端的欧洲人。迪亚士的航行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找新的航线到达印度，以获取香料和其他贵重商品。资金主要来自葡萄牙王室的支持。然而，由于补给不足和船员疲劳，他决定返回葡萄牙。尽管他没有继续前行到印度，但他的航行为后来的探险者铺平了道路。达伽马的航行始于1497年7月8日，他从里斯本出发，向南沿非洲西海岸航行。在绕过好望角后，他继续向北航行，沿着东非海岸前进。他在肯尼亚的马林迪停留，聘请了一名经验丰富的阿拉伯航海家作为向导，指引他穿越印度洋。1498年5月20日，达伽马到达印度的卡里卡特，成为第一个成功开辟欧洲到印度海上商路的航海家。达伽马的航行目的是为了建立直接的香料贸易路线，资金主要由葡萄牙王室提供支持。他的发现不仅为葡萄牙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还开启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直接贸易。葡萄牙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西班牙的探险精神。在15世纪末，葡萄牙人通过开发新航线和发现新土地，取得了巨大的财富和地位。这激励了西班牙王国也要参与到这场探险和贸易的竞争中来。149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横渡大西洋。哥伦布的首次航行始于1492年8月3日，他率领的3艘船只圣玛利亚号、平塔号和尼纳号从西班牙的帕罗斯港出发，向西穿越大西洋。他们经过加那利群岛，继续向西航行。经过几个月的航行，1492年10月12日，他们在现今的巴哈马群岛登陆，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随后，哥伦布继续探索加勒比海地区，包括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哥伦布的航行原因是为了寻找通往亚洲的西航路线，以获取宝贵的香料和黄金。他坚信通过西行可以到达亚洲，绕过奥斯曼帝国控制的陆上贸易路线。资金主要来自西班牙王室、伊莎贝拉女王和费迪南德国王提供了支持。他的航行证明了可以通过西行到达新土地，尽管他直到去世都坚信自己到达的是亚洲。哥伦布的发现引发了随后的殖民浪潮，改变了美洲的历史。20年后，另一位西班牙航海家将大航海时代推上了新的高峰，他即是麦哲伦 Ferdinand Magellan。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始于1519年9月20日，他率领5艘船只圣安东尼奥号、康塞普西翁号、圣地亚哥号、特立尼达号和维多利亚号，从西班牙的圣卢卡尔德巴拉梅达出发，首先向南穿越大西洋。在途中，他们经过了大西洋的赤道，继续向南，直到到达南美洲的东海岸。麦哲伦在南美洲沿海航行，寻找通往太平洋的海峡。1520年10月，他们终于找到了位于南美洲南端的一个狭长水道，这条水道后来被称为麦哲伦海峡。穿越麦哲伦海峡后，他们进入了广阔的太平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跨越太平洋的航行。麦哲伦的船队在太平洋上航行了数月，经历了极端的饥饿和疾病。最终，
他们到达了菲律宾群岛，但麦哲伦在当地的一场冲突中遇难。尽管失去了指挥官，麦哲伦的船队继续前行，穿越印度洋，绕过好望角，最终于1522年9月6日返回西班牙，完成了首次环球航行。麦哲伦的航行原因是为了寻找通往香料群岛的西行航线，证明地球是圆的。资金主要来自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他的发现结果是首次完成了环球航行，证明了地球的广袤和连接性，对地理学和航海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地球是圆的这个观点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被提出，但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和观测工具有限，这个观点并没有被广泛接受。直到16世纪，哥白尼 Nicolaus Copernicus 提出了日心说，重新指出地球是圆的，并且围绕着太阳运动，这个理论逐渐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和证实。这让大航海时代的导航无论从西和东两个方向行走，都能够最后回到原点提供了理论依据。哥白尼和麦哲伦都对地球是圆的观点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他们的贡献有所不同。哥白尼是16世纪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出生于1473年，而麦哲伦出生于1480年。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即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是一个从科学和宗教方面的挑战。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旋转。这个理论颠覆了当时普遍接受的地心说，即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观点。尽管哥白尼的日心说并没有直接证明地球是圆的，但它提供了一个科学基础，使得许多人开始重新思考地球和宇宙的结构。麦哲伦则通过航海实践证明了地球的广袤和连接性。事实上，麦哲伦并没有亲眼目睹这一航行的完整过程。他在1521年4月27日于菲律宾的麦克坦岛 Mactan Island 牺牲。当时，他的船队在菲律宾停留，并与当地的酋长拉普拉普 Lapu-Lapu 发生冲突。麦哲伦试图帮助另一位酋长征服拉普拉普的部落，但在战斗中被拉普拉普的部队击中，并最终被杀害。根据历史记录，麦哲伦是在战斗中被乱刀砍中和长矛刺中身亡的。麦哲伦的牺牲标志着他未能完成整个环球航行，但他的船队在他的副手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 Juan Sebastián Elcano 的指挥下继续航行，并最终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长江后来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大航海时代最终的王者是大英帝国。它开始于16世纪后期，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1558至1603年统治期间达到高潮。我们来谈谈英国加入这一行列的背景。首先，随着文艺复兴带来的经济繁荣，英国的商人和贵族渴望获取更多的财富和资源。香料、丝绸和其他东方商品在欧洲市场上需求量大，价格高昂。英国希望通过开辟新航线，直接从产地获取这些贵重商品，以避免中间商的剥削。其次，宗教改革后，英国作为一个新教国家，希望扩大其宗教影响力，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基督教。传教士们随探险者一起出发，希望将基督教信仰传播到新发现的土地。第三，当时的欧洲列强，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英国希望通过海上探险和殖民扩展，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与其他国家竞争全球霸权。最后，要归因于航海技术的进步，如改进的船只设计、导航仪器的发展和海图的绘制，使得远洋航行变得更加可行和安全。英国的造船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显著发展，为大规模的航海探险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英国的早期探险主要集中在北美洲。1497年，约翰·卡伯特 John Cabot 在亨利7世的资助下，探索了北美洲的东海岸，开启了英国对新大陆的探索。到了亨利的孙女伊丽莎白时代，在他统治期间，弗朗西斯
德雷克 Francis Drake 和沃尔特·雷利 Walter Raleigh 等著名探险家领导了多次重要的航海探险。1577年至1580年，德雷克完成了环球航行，证明了地球的广袤和连接性。德雷克的环球航行始于1577年12月13日，他率领5艘船只从英国普利茅斯出发，首先向南穿越大西洋。在途经南美洲东海岸后，他在南美洲的麦哲伦海峡进行了一系列补给和修整。之后，德雷克带领船队进入太平洋，沿着南美洲西海岸向北航行。期间，他袭击了西班牙的多个殖民地和商船，抢夺了大量财富。德雷克继续向北航行，直到到达加利福尼亚海岸。他在那里进行了短暂的停留，然后继续向西，穿越太平洋，经过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洋，最终绕过好望角返回英国。1580年9月26日，德雷克的船队凯旋而归，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2次环球航行。这次航行让英国对世界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德雷克的航行原因是为了探索新航路，并进行劫掠以获取财富。资金主要来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和私人投资者的支持。德雷克的发现结果是通过劫掠西班牙的殖民地和商船，带回了大量财富，展示了英国日益增长的海上力量，并激发了更多英国探险家投身于海上探险和殖民活动。1584年，雷利探索了北美洲东海岸，命名了弗吉尼亚。英国的大航海时代也是其海上霸权建立的时代，通过一系列战争和海上对抗，逐渐取代西班牙和荷兰，成为全球海上巨无霸。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奠定了其在欧洲海上的主导地位。1600年，英国将触角伸到了亚洲，随着东印度公司成立，标志着英国在亚洲贸易活动的正式开始。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中国和东南亚等地建立了许多贸易站点，成为英国在亚洲的主要贸易机构。东印度公司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EIC 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公司，它在很多方面更像一个拥有广泛自治权的殖民帝国，具备独特的军事和政治结构。东印度公司拥有自己的军队，包括陆军和海军。他们在印度次大陆及其周边地区执行军事行动，保护公司的商业利益，并对抗当地势力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竞争。公司的军队在多个关键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 Battle of Plassey， 这场胜利奠定了英国对印度的控制。东印度公司不仅是一个贸易实体，还在其控制的地区行使了大量的行政和司法权力。公司拥有自己的官员和管理机构，负责治理殖民地和管理当地的经济事务。公司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权在法律上进行裁判和施行罚款。此外，公司还建立了自己的货币体系、邮政系统和基础设施。在印度，公司通过其驻地 residences 和总督 governors 进行统治。这些官员直接向位于伦敦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报告。董事会由公司股东选举产生，负责制定政策和监督公司的全球运营。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通过贩卖茶叶、香料、丝绸等商品，为英国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对当地社会结构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推动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东印度公司的衰落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公司发展到后来结构庞大，内部管理混乱，腐败现象严重，导致效率低下。其次是其他欧洲国家的公司，如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在争夺东印度贸易，使得东印度公司的市场份额逐渐被削弱。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公司还停留在资源性掠夺贩卖的低附加值业务上，并没有跟上工业化的进程，导致公司长期以来逐渐财政状况不佳，资金链断裂。东印度公司的地位在19世纪初逐渐衰落，
英国政府对公司的控制逐渐增加，最终在1858年将公司的管理权转交给英国政府，东印度公司正式结束，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7世纪至18世纪，英国在北美洲、加勒比海和非洲等地建立了广泛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市场，促进了国内经济的繁荣。殖民活动还带来了技术和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世界各地文明的互相影响和融合。最后，让我们谈谈中国的政和。中国的明朝是世界上当时最强大的国家，郑和七次下西洋，展示了中国的航海能力，也带来了大量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它的航行规模巨大，舰队携带了大量的珍贵礼物，它的舰队中包含了几百艘船只和数万名船员，规模庞大，装备精良，与沿途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这和欧洲各国展开海上旅行的目的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没有强烈的获取资源的动力，更多是宣扬帝国的强大和皇帝的威仪，并展示中国的海上力量。这些航行促进与沿途国家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资金主要来自明朝政府的支持。当然，关于郑和出海的原因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流行的野史说法是为了寻找失踪的被永乐帝篡了位的侄子建文帝，也就是明朝的第二代皇帝朱允炆，被认为在1402年的靖难之役中失踪。传说他在靖难之役失败后被朱棣及明成祖下令杀害，但也有一些说法认为他可能逃脱并化名为僧人隐姓埋名。这个问题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争论的话题。总之，这种说法并没有确凿的历史依据。郑和如此劳师动众，其次远航不如派一个刺客成本要低得多。大航海时代对世界今天的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建立了新型的全球贸易网络，促进了商品、文化和技术的交流。欧洲国家通过海外殖民地获取了大量资源，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新航路的开辟使得香料、丝绸和黄金等奢侈品的供应更加稳定，价格也有所降低，促进了欧洲经济的繁荣。这种全球贸易网络不仅限于欧洲和亚洲，还涉及美洲和非洲。欧洲国家通过殖民地获取了大量的资源，例如美洲的黄金和银矿、非洲的奴隶贸易等。这种全球贸易网络不仅限于欧洲和亚洲，还涉及美洲和非洲。欧洲国家通过殖民地获取了大量的资源，例如美洲的黄金和银矿、非洲的奴隶贸易等，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和融合。新航路的开辟还促进了欧洲的商业革命，银行业和金融系统的发展加速了资本的积累和经济的扩展。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大量的财富从美洲流入欧洲，尤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开采美洲的黄金和银矿，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些财富不仅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繁荣，也促进了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此外，来自美洲的作物如玉米、马铃薯、烟草等传入欧洲，极大地丰富了欧洲的饮食结构和农业生产。大航海时代也是一段沉痛话题的历史时期，欧洲各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广泛的殖民地，对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如技术和文化的传播，也有负面的，如对原住民的压迫和资源的掠夺。欧洲殖民者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等地掠夺了大量的黄金、白银、香料和其他珍贵资源，这些资源被运回欧洲，极大地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发展，但却导致了当地经济的崩溃和资源的枯竭。殖民者在美洲和非洲等地强迫当地居民进行劳动，特别是在种植园和矿山中，许多原住民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大航海时代还伴随着臭名昭著的黑奴贸易。
欧洲殖民者从非洲掠夺大量黑人，运往美洲作为奴隶。这些奴隶在种植园和矿山中被迫劳动，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和折磨。殖民者的到来对当地文化造成了严重破坏，许多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欧洲的文化和宗教。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疾病，如天花、麻疹等，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缺乏免疫力，许多原住民在短时间内大量死亡。这些掠夺和奴役行为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地区至今仍在承受其后果。大航海时代虽然带来了全球化的初步发展，但也伴随着巨大的代价。大航海时代使得欧洲逐渐成为全球的主导力量，影响了未来几百年的世界历史。新的航路和贸易网络不仅改变了经济格局，也促进了文化和知识的交流。欧洲国家通过殖民活动获取了大量的财富和资源，推动了自身的崛起和发展。这一时期的探索和发现还促使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知识的传播。地理大发现激发了人们对地理、天文学和航海技术的兴趣，推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例如，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天文观测和牛顿的力学理论等，都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发展和验证。此外，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发现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地图绘制技术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新的地图不仅准确地标示了新发现的大陆和海域，还展示了地球的广阔和多样性。这些地图成为探险家、商人和学者们的重要工具，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交流和合作。总的来说，大航海时代不仅是一个探索和发现的时代，更是改变世界历史的重要时期。通过打破旧的格局，建立新的联系，这个时代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对这一时期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和背景。尊敬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视频。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是您的时空之旅导航员劳伦斯星辰。如果你喜欢这个内容，请点赞、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